你敢相信吗？一家已经成立了28年的老牌记忆体模组厂，现在居然直接扛着124.39亿的历史天价库存，去对赌全球产能的断层。这到底是神机妙算的生存战略，还是走上死亡螺旋啊？但说真的，你别光看那些冷冰冰的财务数据，我们得往下挖，看看他们硬体底层到底在干嘛。从单纯买卖记忆体颗粒，一路杀进自研边缘 AI 储存，这根本是一场攸关生死的硬体护城河保卫战。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直球对决。在这个深度专题里，我们来彻底拆解宇瞻科技，也就是代号8271的这一场震惊市场的超级豪赌，看看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底牌。你看，最新的法说会上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工控要做深，通路要做广。这等于是宇琛正式定调，他们要彻底摆脱过去那种单一的模组买卖，转型成 AI 驱动的数位储存与软硬体服务整合商。没错，而这句话真正的含金量其实全在那个深字。大家都在喊储存成就 AI 未来，口号谁都会喊啊。但你要怎么把低端工控设备的储存极限做到极致，这才是他们敢在市场上跟别人较真的真正本钱。他们现阶段最强大的护城河就直接摊在营收结构里了。你看这张图，高达 70% 的营收板块是来自垂直应用的工控跟利基市场，消费端只占了30%。这个7:3的黄金结构太重要了。当消费性市场像是 PC 或是手机需求开始放缓的时候，这就是最硬的防护罩。工控客户看重的是什么？是稳定，是客制化。这就给了宇瞻极强的价格转嫁能力，也是他们赶在接下来的记忆体超级周期里大胆叫牌的底气。讲到深，我们直接进入硬体技术的核心。在工控领域最难搞定的就是环境极限。你看看画面，一边是零下40度的极寒，另一边是高达105度，简直能在机壳上煎蛋的极热环境。宇琛预计在2026年第4季正式量产的自研公规 eMMC， 就是望能在这种变态的宽温下稳定存活。确实，这可不是你手机里那种消费型闪存能做到的。你要满足欧美日顶端客户对于长效供货还有断电保护的严苛要求，甚至还要自己掌握韧体开发，把这些东西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推升产品附加价值最强的武器。而说到附加价值，边缘 AI 运算在第一端最大的死穴其实是热。你看他们推的专利散热装甲，这个 Grazer X 采用石墨烯技术，可以直接让无风扇设备降温超过20度。另外那个 Core Glacier 2的双层鳍片设计，更能有效把温度降个22度。没错，当 AI 算力全开的时候，要是没有这种强大的散热机制，晶片马上就给你降频，甚至直接宕机。这些硬邦邦的技术壁垒，确实让宇琛在 AI 高负载运算的边缘端，掌握了比对手更高的定价权。把这些硬体整合做到巅峰的完全体，就是这张 VCloud 边缘 AI 扩充卡。他们找来韩国的 DeepAS 联手，把双 NPU 加上双 SSD 完美整合在一起，直接在边缘端提供高达50 TOP 的超高算力，而且还用了全无铅电镀防吸虚的工艺哦。这可是专门为智慧工厂里的微米级 AOI 检测量身打造的，技术面上真的很硬很扎实。但我们还是得回到商业的残酷本质，硬体做得再强，如果没有极致的资本杠杆，你还是没办法在超级周期里抢下红利。准备好面对接下来超级骇人的财务成绩单了吗？来，深呼吸。2026年上半年，宇琛的合并营收直接飙上了167.18亿元，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增率是夸张的251.11%。这绝对是伺服器端 DDR5 需求大爆发，再加上平均销售单价狂飙的结果，整个营收规模真的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直接喷射出来。但更扯的是毛利率直接站上50% 大关，你没听错，第二季单季甚至来到51.3%，营业利率也飙到了35%。你要知道，在传统记忆体模组厂的世界里，这种利润率根本是天方夜谭。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把工控骤升，再叠加他们超精准布局的早期低价库存，这两者一碰撞，直接释放出超级惊人的利润弹性。没错，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份打破历史记录的半年报，税后净利年成长超过1900%，EPS 累计高达35.5亿元，第一季的年化 ROE 甚至爆发到了138%，这数字简直不可思议，每股净值都飙到73.39元了。说穿了，这完全是用极端的财务杠杆，配合神准的低价库存锁货策略，硬生生创造出来的超额资本报酬。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代价是什么？高达124.39亿元的历史天价存货，直接占了总资产的57%，年增率飙破410%。为了撑住这个庞然大物，他们甚至去借了40亿元的连带案，把负债比一举推升到56%。库存周转天数被极度拉长到190天，这存量数量简直够撑过一场末日危机了吧？从工程端的角度看，这是为了备战未来的无货可卖，但从财务战略来看，这难道不是踩在钢索上的一场极限豪赌吗？丁晚宇餐在上半年交出 EPS 35.5亿元的狂暴成绩单，还有动用40亿连带囤积124亿库存的豪赌战略，你是不是也被这种极端的营运杠杆给震撼到了？但宇餐这场豪赌真的没问题吗？等一下我们要借用另外2家产业巨头来当对照组，同样做工控的宜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转型路，凭什么能拿到更高的本益比？而记忆体大厂群联潘建成董事长喊出的存利10倍爆发，是不是真的印证了宇餐敢这样重压库存的底气？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这份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哦，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秒懂公司到底在干嘛的深度专题。好，我们继续往下挖，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疯狂的动用连带来囤货？法说会上透露了一个极度恐怖的原厂预期，到了2027年，全球模组厂能拿到的 DRAM 颗粒配额可能只剩下现在的30%。为什么？因为上游原厂的产能已经全面被 HBM 和高阶的 DDR5 给挤压光了。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最大的风险根本已经不是买贵，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货。所以，只要原厂愿意给，宇瞻的策略很简单，就是4个字：全数承接。这就带出了一个极具对比性的产业路线抉择。你看，同样身为工控领航者，买5289的宜鼎，你买的是边缘 AI 系统的大脑，他们空有安提国际，主打系统级的软体架构，走的是高本益比，大约15到20倍的系统整合商轨道，讲求的是价值的转向跟稳健的库存。反观827的宇瞻呢，你买的则是记忆体超级周期的库存王者，加上地端硬体的极致。他们不扛晶片研发这种重资产，而是找外部的 DeepX 联手，把精力全砸在散热跟宽温的硬体壁垒上，然后展现出超剽悍的超级周期战略，用124亿库存直接跟你对赌缺货潮，这完全是2条截然不同的双轨差异。那这场12.4亿豪赌的胜算到底在哪里？其实群联执行长潘建成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说，存利10倍爆发，正好为宇瞻提供了最强大的底气。AI 的发展正在快速从云端向地端的推论，也就是 inference 转移。这种指数级别的 RAG 跟上下文数据生成，正在引发一波企业级 SSD 跟地端纯利的超级海啸。没错，数据生成的速度现在是100倍在跳，但是你要知道，晶圆厂扩建动辄需要3到5年的时间啊，硬体产能增加的速度根本连边缘 AI 带来的存利需求爆炸的车尾灯都看不到。这绝对不是老板们随便喊喊的行销话术哦。我们来看权威数据 ，Gartner 跟 TrendForce 的预估显示，从2024到2030年，全球 AI 资料中心记忆体位元需求量的年复合成长率高达30%到35%，而且生产 HBM 会消耗掉的晶圆面积是传统 DRAM 的3到4倍，这就产生了极度严重的产能排挤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宇瞻宁可背着56%的高负债比，也要疯狂锁定产能的最强技术与逻辑基础。我们再从宏观角度来看，Gartner 的最新报告更指出，全球记忆体的营收规模预估在2026年会直接翻倍，来到惊人的6333亿美元，甚至在2027年会重上8427亿美元的巅峰。宇瞻现在就是在这个宏大的超级巨浪里面玩命的进行资本冲浪，趋势看起来很完美咯，但身为财务数据控，我们还是得做个批判性的修正。记忆体终究还是有大宗商品的属性，真的会受到价格弹性影响？难道真的会这样无间断的缺货个10年、20年吗？中间肯定还是会有景气循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个非常犀利的质疑。你号称要转型成 AI 软硬体服务商，但你看这张图，代表转型新动能的智慧应用，营收占比居然只有微乎其微的 0.25%， 这转型难道是个幻影吗？其实啊，这是一个分母效应造成的视觉落差。智慧应用的业绩并没有衰退，而是记忆体总营收大爆发到了 167.18 亿，硬生生把这个板块的比例给严重稀释了。但这也无可避免地点出一个策略矛盾，他们现在的获利巅峰，说穿了，本质上还是高度依赖记忆体周期的低降库存红利。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跑一次残酷的财务压力测试。万一现货市场价格突然重挫30%，这124.39亿的庞大存货马上就要面临巨额的跌价损失提列，他们防御得住吗？面对这种极端压力，其实他们早就筑起了2道防御机制。第一，高达50% 的毛利率，叠加了研发提拨跟留才计划这些变动型费用，只要景气一下行，马上就能自动缩减开支。第二，再配合35% 的盈利率跟那40亿元的连带护体，就算面对价格修正，全年度依然能稳住盈余跟现金流动性。那另一个威胁呢？中国的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产能正在快速补位耶，这难道不会打破缺货的预期吗？根据目前的威胁评估，中国厂现在的官方定价其实跟一线大厂差不多，再加上良率爬坡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他们必须优先满足庞大的中国内需市场，所以结论是在2027年下半年以前，这些产能还是没办法有效缓解全球结构性的严重短缺。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他们的实质防御机制，这190天的存货周转天数其实是一座用变动成本组起来的超级堡垒，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手握那些对价格超级不敏感的顶端工控客户。没错，这就赋予了宇瞻极高的成本转嫁能力。只要你确保有货可以交，这些高粘着度的利基型客户就能在涨价潮里面继续心甘情愿地支撑他们的高毛利表现。用一句话来定调今天这个专题，宇瞻现在正是与超级周期的超额资本进行一场极度侵略性的豪赌，直接梭哈对赌2027年前的产能断层。那么在最后，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前瞻提问：当2027年真正的供应断崖到来，低价库存被耗尽，而且原厂供货真的只剩下30% 的时候，这座用124亿库存跟高杠杆建立起来的防护罩，到底能不能顺利撑到边缘 AI 跟自研公规 EMMC 真正收割红利的那一天？这绝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下次见。